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你是不是还在花钱用那些 AI 工具？是不是觉得那些功能强大但价格昂贵的 AI 模型离我们普通人太遥远？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对所有人都免费的谷歌最新核武器，搭载了 Gemini 2.5 Pro 的谷歌 AI Studio。这个 AI 有多强？这么说吧，从帮你搞定几百页的报告，到一键生成图片、视频，再到自动给你的视频生成字幕，甚至帮你写代码，它几乎无所不能。不管你是 AI 小白，还是已经玩转各种 AI 工具的老司机，请一定要看完。我会从保姆级的入门到各种令人惊叹的功能演示，一步一步带你彻底玩转它。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谷歌 AI Studio 的免费之旅。要怎样才能使用它呢？很简单，打开你的 Chrome 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aistudio.谷歌.com 回车，我们就来到了谷歌 AI Studio 的使用环境。当然，在使用前，你必须要用自己的谷歌账号进行登录。另外，对于使用魔法上网的朋友，一定要使用美国节点，并将代理打开全局模式。目前 AI Studio 的界面默认是英文的，好在界面上的英文很简单，稍有英文基础就能看懂。你也可以使用谷歌翻译，将网页翻译成中文。总体来讲，翻译结果还是差点意思，有些翻译反而会让人看不懂，还不如直接使用英文。AI Studio 的页面最上面一行是系统功能的导航菜单 ，Get API Key 这个按钮可以让你获取一个 API 密钥，这样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密钥将这个平台的功能集成到你自己开发的应用程序或者一些第三方应用平台。Studio 这个按钮是让你回到谷歌 AI Studio 的主页面 ，Dashboard 就像一个集中的管理页面，方便你管理自己的工作，让你可以查看在 AI Studio 里保存的所有提示词、生成的媒体内容和项目。目前好像有一些小瑕疵，它显示的内容和 Get API Key 是一样的。Documentation 会带你去到官方的 AI Studio 文档，在那里你能找到关于这个平台的详细信息、使用指南、说明和教程，帮助你更好地使用这个平台。这个齿轮是设置菜单，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打开这个自动保存的功能，这样你的所有对话记录就能够在历史记录中找到，不会丢失。在系统功能导航键下方是最主要的工作区域，分成左、中、右三块。左边是常用功能的导航栏，中间是对话窗口或者叫提示词窗口，右边是相应的功能参数的一些设定。在导航栏这边列出了主要的功能，第一个是 Chat 普通对话功能，就是你可以在这里输入你的问题或指令，也可以上传你的附件，然后 AI 模型就会根据你的问题生成回应。它可以用来生成文字、回答问题，或是根据你的提示创造内容。右边还有一些参数可以调整。第二个是 Stream 功能主打的是实时性，它可以和你实时互动，例如实时语音对话、实时视频聊天、实时看屏幕。跟刚才的 Chat 普通对话功能不同，它不是等模型全部生成完毕再一次性的展示，而是一边生成一边让你看到文字输出，这样你可以实时的看到回应的进度和内容。第三个是 Generate Media。Generate Media 这个功能呢，主要是让你可以使用 AI 模型来生成各种媒体内容，像是图片或者音视频等等。你可以输入文字提示，告诉模型你想要生成什么样的媒体格式，然后模型就会根据你的描述生成对应的图片或音视频内容。这可以用来创作图像、制作特效或生成语音等等。第四个是 Build 功能，主要用来创建 AI 驱动的应用程序。你可以选择从模板开始，比如基于 Gemini 的文本游戏或者代码审查工具。此外，它还展示了许多用 Gemini 模型构建的示例应用，像是语音交互、图像生成和音乐生成等，这些都可以帮助你了解这个平台的潜能。接下来我们就来出一个题目，考一考谷歌 AI， 看看它的表现如何。我们来到 Chat 功能，在提示窗口中输入，请问目前 AI 业界主流的大语言模型排行榜有哪些？ Gemini 2.5 Pro 在这些排行榜上的位置怎么样？在我们运行之前，先来看一下右侧的这些运行设置。首先就是这个模型选择，在这
能看到谷歌的历代 AIN 模型，这里有最新的 2.5 模型、Pro 模型和 Flash 模型。通俗来讲， Flash 是更快速的模型， Pro 是更专业的模型。我们就先选择谷歌最新的 2.5 Pro 这个模型。下面是 Token 计数器，通常会显示你当前绘画会消耗的 Token 数量，以及你能够免费使用的一个最大数量。下面是 Temperature 温度，这是一个关键参数，它控制着模型生成文本时的随机性或创造性程度。简单来说， Temperature 值越高，模型在生成文本时会越大胆和随机，可能会产生更具创造性的、意想不到的，甚至有些离谱的结果。反之， Temperature 越低，模型会越保守和确定，倾向于生成更符合常见模式、更可预测、更安全的结果。这个值的取值范围在0到2之间，我先取默认值1。在下面是 Thinking 思考模式，对于 Pro 模型，默认思考模式是打开的。对于 Flash 模型，你可以选择打开或者关闭思考模式。打开思考模式，您就可以看到模型生成回答的思考过程，了解它是如何分析问题和得出答案的。Thinking 模式这个设置可以让模型在生成回复之前进行思考和推理，让模型更好地理解你的指令，并生成更准确和连贯的回复。如果关闭，模型会更快地生成回复，但可能会降低回复的质量。在下面是 Set Thinking Budget， 它是用来设置模型在思考过程中可以使用的最大 token 数量。你可以通过这个预算控制模型的思考深度。紧接着是 Tools 工具菜单，包含几个从事软件开发很有用的功能。Structured Output 结构化输出，可以让模型生成特定格式的输出，比如 JSON 格式的输出。Code Execution 代码执行，可以让模型运行代码来解决问题。Function Calling 函数调用功能，允许你定义模型可以调用的自定义函数，这样模型就可以根据你的请求执行特定的任务或获取信息了。在下面是 Grounding with Google Search， 这个功能可以让模型利用谷歌搜索获取实时或更广泛的信息来回答你的问题，从而提供更准确和最新的答案。下面是 URL Context 功能，这个功能允许模型读取你提供的 URL 连接的内容，并将这些信息用于回答问题或提供上下文理解。下面是一些高级设置，首先是 Safety Settings 安全设置，这个功能主要用来控制模型生成内容的安全程度。你可以通过调整这些设置来避免模型生成不恰当或者有害的内容。 Add Stop Sequence 可以让模型在生成到你指定的特定词语或序列时停止生成。你可以在输入框中添加你希望模型停止的词语或符号，这样模型的输出就会在遇到这些序列时自动截断。下面是 Output Length 输出长度，这个后面的数字是表示模型生成回答的最大 token 数量。Top P 参数是一种用来控制模型生成文本随机性的参数， P 值越低，选择的 token 范围就越窄，生成的文本就越可预测，越有针对性。 P 值越高，选择的 token 范围就越广，生成的文本就越多样化，越有创意。 Top P 的取值范围通常是从0到1。接下来我们就来运行一下我们的提问，看看 AI 的回答。这边显示 AI 的思考过程，它还是在努力的思考中，稍微花费一点时间。这是它的思考的过程。这边它用到的一些 token 的数量，这是它在输出它的回答。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的提问，然后这个是 AI 的一个思考过程，然后这下面是 AI 给出的一个回答。它还很贴心的给出了各种链接，可以供你参考。但是它回答的结果不是很令我满意啊。这边它写着没有 Gemini 2.5 Pro， 说明它的这个思考的这个结果还是比较老的。那我们就要来打开一个这个 Grounding with Google Search 这个功能。
这个打开这个功能的话，它就可以去基于谷歌搜索的一些最新的一些信息来做出回答。然后我们勾选了这个功能以后，再来点击这个 Gemini 的这个图标这个按键，重新运行一遍，它就重新开始思考了。这次它的回答结果就是基于很新的一个数据了，就2025年6月的一个业界的一个数据，而且它也能搜索到 Gemini 2.5 Pro 这样的一个模型的一个排名。这是它的一些数据来源，提供了一些链接，而且它在这边有提到啊 ，Gemini 2.5 Pro 已经是登顶了这个排行榜，目前在排行榜上是排名第1的。我这边还有一些它的链接，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它这边说明了 Gemini 2.5 Pro 目前是在排行榜中是排名第1的。再点击一下这个链接，这个是它的一个排名，我们放大一下看一下。排名第1的就是 Gemini 2.5 Pro 这个模型。如果你对它的这个回答比较满意的话，可以点击这上面的保存按钮，保存到你自己的谷歌云盘上面。然后也可以分享给其他人。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比较模式这个功能，可以给大家尝试一下。在这边你可以有2个对话窗口，比如我这边选择 2.5 Pro 的，这边我选择 2.5 Flash 的，然后你可以跟他提同样的问题，在这个功能下面就可以进行不同模型的一个 PK， 可能在某些场合你需要观察不同模型的不同的反应，然后来找出一个你认为最佳的一个回答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在屏幕的右侧，在 Run Settings 这边的右边有一个 Prompt Gallery 这一个菜单，这是一个预设提示词的集合。谷歌贴心的列出了一些常用的提示词范例，你可以从中选择现成的提示词来快速开始和模型的互动。它们涵盖了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方便你了解模型的能力。如果你阅读英文有困难，可以使用谷歌翻译，只要右击选择翻译成中文，它就能把所有的这些提示词翻译成中文，方便你进行选择。谷歌 AI Studio 还有一个我认为十分有趣的功能，对于 YouTuber 或者是短视频制作者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就是可以生成字幕文件。首先我们点击这个加号，上传我们的音频文件 MP3 文件，然后要求生成 SRT 字幕文件，点击 Run， 很快它就根据 SRT 的格式要求生成了这个 SRT 的字幕文件。我们可以在这边复制到粘贴板，也可以下载。这个功能我相信对很多视频工作者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谷歌 AI Studio 还可以 P 图，我们点击这个加号上传图片，要修改图片一定要把这个模型改成 2.0 Flash 预览版图片生成这个模型。我想把这个人物的衣服改成黄色，输入我的提示词 Run， 很快就改好了。它这个 P 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你看这个头发这些细节的地方都处理得非常完美。还可以修改背景，例如我想把这个图片的背景改成长城 Run， 一下就改好了，效果真的非常惊艳。我认为谷歌 AI Studio 最厉害的功能是它的 Stream 功能，在这里你可以和 Gemini 实时聊天，它支持各种语言，包括方言。Hello. Hello. Do you have a name? Yes, my name is Gemini. 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in 1 minute? Sure. I am an AI model developed by Google. I can communicate in various languages and perform various tasks, such as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swering questions, and generating text. I am constantly learning and improving to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assistance. I'm here to help you with whatever you need.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 你能说中文吗？是的，我能说中文。广东话行不行？没问题，我也可以说广东话。你能用广东话介绍一下你自己嗎？好的，我係一個由 Google 開發嘅人性互聯模型。我可以用不同語言溝通，同埋做好多嘢，例如提供資訊、回答問題，同埋生成文字。我會不斷學習同埋改善。聽了他的回復，你覺得他的廣東話標準嗎？他的廣東話聽起來很標準，發音清晰，也表達得很流暢。好的，謝謝你的回復。不客氣。我們再來打開電腦攝像頭，讓 Gemini 看一看我們周圍的事物。你看到什麼了嗎？好的，
我现在可以告诉您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一个装着咖啡的塑料杯子，里面还有一根吸管。杯子上有一个红色的大写字母 K 和 coffee 的字样。非常好。接下来就是最厉害的实时互动功能，共享屏幕。我们可以再开一个 AI Studio， 然后让之前的这个 AI Studio 来指导我们怎么样来使用谷歌 AI Studio。首先要把屏幕分享给他。Gemini， 请问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一个 Google AI Studio 的界面，上面有 Welcome to AI Studio 的字样，还有一些不同的工具选项，像是 Chat Prompt、Stream、Generate Media 和 History。请问我想用 AI Studio 创建一幅图片的话，应该怎么操作？你可以在左边的菜单栏里找到 Generate Media 的选项，点击那个，然后你就可以输入你想要生成的图片描述，让 AI 帮你生成。我应该选择哪一个？如果你想要生成图片，你应该选择 Imagen。是选择这个吗？是的，你可以选择 Imagen 来生成图片。我想生成一幅猫抓老鼠的图片。好的，你在那个描述框里输入 A cat catching a mouse， 然后点击 Run 就可以了。哇，真的成功了！太好了。接下来就是更厉害的 Generate Media， 生成多媒体的功能。在这里，你可以是生成图片、生成音频，甚至生成视频。这个 Imagen 是 Gemini 最新的图片生成模型。来到 Imagen，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谷歌最新最强的 Imagen 4模型，现在给我们开放免费试用了。我们来用谷歌给我们预设好的模板试试看。这个第一个是生成真知的乡村风光，它根据预设好的提示词生成了这个真知的乡村风光，太有感觉了。你还可以通过修改这个提示词来生成你想要的风格。再看看下一个英式下午茶桌图片，它也预设好了一段提示词，很快这个图片就生成了，这也太逼真了。要是没有这个报纸上的 Gemini 2.5 字样，谁能看得出来这是 AI 生成的图片？我们再来看看生成音频的功能。看下左边的运行设置，模型默认的是 Gemini 2.5 Pro TTS， 这是运行的模式，可以选择单语音模式或者多人对话。模型设定，这里有一个温度值，之前我们提过的。下面是语音设定，你可以给这个起一个名字，并挑选一种你喜欢的声音。我们来一段喜剧之王的经典对白，看看效果吧。然后点击运行，很快这个对话就生成了。我们来听一听效果。哎，干什么？走了？是啊，去哪里啊？回家。然后呢？上班哦。不上班行不行？不上班？你养我？嗨，又怎么啦？我养你哦。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傻瓜。感觉比原版真人演出的要差点意思，你觉得怎么样呢？可能配上音乐会更好一点。我们再来看看纹身视频的功能。纹身视频我们要用到这个 VEO 这个模型。目前谷歌 AI Studio 还只能使用到 Veo2 这个模型，最新的 Veo3 模型还在内部测试阶段，没有大规模对外开放。我们可以先来尝试一下这个 Veo2， 目前它可以生成最长时间为8秒的视频，分辨率是 720p 24帧每秒。现在我来输入提示词，提示词最好使用英文，大语言模型对于英文的理解会比较准确。这就是生成的视频，我们来看一下视频的效果。这个老鼠感觉一点都不怕猫，反而是老鼠在追猫。这个跟提示撰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提示词如果能写得非常准确，生成的画面会更加逼真。这边还可以进行下载，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Build 构建菜单。这里是主要给软件开发者使用的功能。这里有许多非常有趣的展示案例，可以用谷歌翻译成中文。来看一下它的一些描述。我们来到 Dictation App，
这个听写应用程序。这个 App 需要麦克风的使用权限，点击允许。总的来说，这个界面分成左、中、右3块，最左边的是代码助手，在这里你可以通过语言提出要求，让代码助手帮你修改程序。严格来讲，你甚至不需要懂得编程，你只需要用自然语言提出你的要求就可以了。中间是代码窗口，你可以在这里查看代码。最右边是预览窗口，你可以看到你的程序运行的结果。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听写 App， 按下这个麦克风按键，它就开始记录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小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小白学技术。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哦。这时候当你按下停止键，就可以看到它录制的内容。Polished 这边是修饰后的文本， Raw 这边是它的原始文档。如果我们是软件开发者，我现在想修改一下这个 App， 比如我想把下面这3个按钮放到右下角，并且垂直排放。这时候我们就向我们左边的这个代码助手提出这个要求。我们向代码助手提出这个要求，它就会开始自动修改代码。现在它在思考当中，这是它的一个思考过程，还是挺复杂的。这时候它就开始输出代码了。它发现代码运行当中有问题，然后会自己分析这个错误，并且进行修正。这时候在这边预览窗口里面已经看到它的界面已经修改完以后，它又开始输出正确的代码了。最后这个代码就修改完毕了。然后在预览窗口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要求的结果。它这边还提供了 View Difference， 可以让你检查修改了哪些地方。你可以在这边打开窗口来检查修改的地方。如果你发现修改的地方不对，改的有问题，还可以通过这个 Restore Checkpoint 来回退到之前修改的地方。所以整个过程我们没有亲手输入一个代码， AI 就帮我们完成了修改，简直堪称完美。最后，如果你对这个代码满意，你可以在这里保存你的 APP 到谷歌云盘，也可以下载这个代码，甚至直接在谷歌云服务器上进行部署，十分的方便。谷歌 AI Studio 是 AI 时代普通人的超级外挂。有了 AI Studio 的加持，普通开发者也一定能爆发出惊人的生产力，更轻松地专注于创作和开发。本期视频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点赞和评论，我会不定期制作一些视频和大家分享，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哦。